蓝湛想说蓝氏有自己的卧室，但犹豫了一下，竟是舍不得离开。那我在床头靠一会儿，然后去公司。魏婴哪里会再让蓝湛靠着睡，伸手把蓝湛按在床上坐下，又蹲下身给蓝湛脱了鞋，再把蓝湛的双腿搬到床上，就差没帮人家脱衣服了。行了，睡吧。魏婴意识到这行为有些暧昧，但魏婴觉得只要装得若无其事，那就真的没事。不一会儿，房间里的灯便被魏婴关了。蓝湛在黑暗中平躺着，片刻后却是想起来，他睡的可能是金子轩的床。蓝湛一想到自己可能睡的是金子轩的床，便浑身不舒服，故而后面竟是没睡着过。蓝湛也不执着于此，既然睡不着，便静静躺着，听着身侧那人逐渐绵长的呼吸。5点正，蓝湛轻轻掀开被子起床，静静看了看依旧沉睡的那一团，然后悄然走出了房间。出了酒吧，回到车上，蓝湛升起了一丝久违的怀念。大4刚开学的时候，蓝湛打开宿舍门便见到了18岁的魏婴。那一日的魏婴穿着件风格炫酷的深色卫衣，头上戴着一条红色的运动头带，身旁的桌子上还丢着一件汗湿的篮球服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名为青春的明媚感。蓝湛则不同，他的衣服颜色简单到单调，他的衣柜不像是一个大学生的衣柜，倒像是已经上班的社会精英的衣柜。白衬衫是那时的蓝湛最常见的装扮。魏婴在收拾行李，看到蓝湛进来，笑着打了个招呼：“蓝学长你好，我叫魏婴，今年的新生，你的新舍友。”蓝湛有些茫然 ，A 大的宿舍多是2人间，可蓝湛自大一开始便没有被分到舍友，他一个人住了3年，本以为这样的情况能持续到毕业，可今日他的领地却闯入了一个小学弟。蓝湛不喜欢和别人住，故而他对独住一间宿舍的情况其实很满意。但转念一想，自己大4应该不会经常住在学校，倒是也无所谓。蓝湛一向待人冷淡，但魏婴主动打招呼，他也是知道要回的。你好。魏婴从没遇到过这样冷淡的人，见此不禁愣了愣。可不等他愣完，那个只说了2个字的人竟然已经转身去干自己的事了。若是旁人遇到这样一个冷淡的人，估计也不会主动再招惹，可偏偏是魏婴，蓝湛越是冷淡，他就越是贴着人家。蓝湛不爱说话，他偏就喋喋不休，哪怕说10句蓝湛回了一个也是高兴的。蓝湛不愿意和他一起去吃饭，他就自己去，吃完了还要给蓝湛带一份辣菜。蓝湛不愿浪费，每次吃完都被辣得眼角发红，嘴唇通红。魏婴面上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其实心里在哈哈大笑。蓝湛有洁癖，魏婴偏偏在打完篮球时挨着蓝湛，蹭他一身汗，看着蓝湛紧抿唇的样子，魏婴偏偏就很高兴。而蓝湛，他本以为自己大4不会在学校住几日的，刚开始也确实是这样，蓝湛大半的时间都住在了蓝氏集团。可到了后面，蓝湛回学校住的时日却越来越多。为什么呢？或许是因为魏婴有一次对他说：“蓝湛，我一个人待在宿舍可孤独了，尤其是晚上，我一个人可害怕了。”蓝湛不知这话是开玩笑还是真的，但不知不觉中他记在了心里。蓝家家教严，蓝湛自小都是5点正起床，洗漱后去晨跑。而魏婴则不同，他虽为了好好学习尽量早起，但这个早起是7点钟。所以蓝湛若是住在学校，起床时便会尽量放轻动作，以免吵醒魏婴。可毕业后，倒是再也没有这种为了魏婴放轻声音的机会了。今日做来倒是有几分久违的怀念。蓝湛在车里静静坐了5分钟，然后发动汽车去了公司。5点半的公司并没有什么人，明明从来都习惯一个人，可偏偏今日，当蓝湛站在竞技的总部大楼前，竟感受到了丝丝孤寂与寒冷。便如当初在 A 大时，明明习惯了一个人住，却偏偏因为魏婴的闯入，开始贪恋丝丝温暖。蓝湛默默地进了总部大楼，按了电梯，去到了自己楼层。这个楼层里大半是蓝湛的休息室，或许说是一套设施完善的小公寓，剩下的地方除了蓝湛自己的办公室，便就只有蓝湛几个助理的办公室了。蓝湛开了灯，在整层楼里绕了一圈，他在为魏婴找一个办公的位置。还剩下几间空置的办公室，可这样的话自己会看不见魏婴，更何况魏婴不喜欢一个人。蓝湛走进自己的办公室，想在里面为魏婴加一张桌子，
这样便能时时刻刻见到他了。便如当初在大宿舍，蓝湛只要愿意稍稍偏个头，便能见到他。可转念一想，别的助理都有一间办公室，若魏婴只有一张桌子，或许不够尊重他。于是蓝湛环顾了一圈自己的办公室，最后在与自己办公室相接的茶水间里定下目光。7点半，秦助理到达了公司。对于自家总裁已经坐在办公室开始办公这件事，他并不感到意外，甚至说是习以为常。秦助理和蓝湛打了个招呼，便开始给蓝湛泡了一杯茶。相比咖啡，蓝湛在早晨更喜欢喝一杯绿茶，秦助理早已记住了这个习惯。若是没什么事时，蓝湛喜欢一个人待着，故而泡好茶，秦助理便打算转身出去。蓝湛叫住他：“这个茶水间连着我的办公室，你们应该很不方便。”秦助理顺着他道：“那副总裁觉得搬空，腾出来，重新找位置。”秦助理在心里翻译了一遍，把这个茶水间的全部东西搬出来，重新再找个地方布置成茶水间。那原来的地方可要布置一下吗？布置成一间办公室。秦助理也不再多问，点点头：“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。”刚准备出去，蓝湛又叫住他：“放一盆仙人球。”秦助理挑挑眉，但还是应下，却又听蓝湛补充道：“绿的，小小的，特别圆那种。”闹钟响起的时候，魏婴身侧的位置已经凉透了。魏婴静静坐了一会儿，说不清心里是失望还是松了一口气，随意地揉了揉头发。魏婴拿起手机给金子轩打了电话。金子轩刚接起电话，就得到了魏婴闷闷的质问：“我说金孔雀，你昨晚把我一个人丢给蓝湛是个什么意思？”金子轩昨晚答应了要照看魏婴一晚，结果临到头却走了，此时倒有几分心虚，摸了摸鼻子道：“我觉得你会想和蓝湛待一晚。”我是想和蓝湛待着，可你不是不知道，我要和蓝湛待久了，没准就忍不住扑上去了。那你昨晚没事吧？金子轩可不担心蓝湛会怎么样，他比较担心的还是他小舅子。魏婴道：“没事是没事，但我现在见到蓝学长就腿肚子打颤，紧张的不得了，面子都丢完了。”金子轩调笑道：“小舅子，原来你也会紧张。”废话，不过金孔雀，你别转移话题，我是来兴师问罪你的。金子轩也知道自己这事做得欠考虑了些，于是难得老老实实地道：“下次不会了。”但你去蓝氏上班那事解决了吗？魏婴提起这事就黏黏的：“没有，他让我1个星期后去上班。”“那你去吗？”“想去，但不能去。下周学院教授在 B 市有个调研活动，我先去躲躲。”